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催眠治疗师 Jenny。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内容会稍微的比较严肃一点，就是关于震灾后，就是我们的心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那如果确实有被影响到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应对，跟去缓解这些心理上的情况。那因为我们今年的4月3号在台湾有一个高达7.2规模的大地震，就有伤亡啊，也有很多人有财产上的损失，那也有非常多的当下的那种影片的流出，相信对于有看到或者是亲身经历的人都有非常大的影响。通常在灾后比较容易产生的心理上的影响，就是比如说容易感到恐慌啊、焦虑、无助，然后也会出现像失眠、忧郁，甚至于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这种心理情况。那有很多人其实会失去了家园啊、家人、朋友，内心会受到很多的伤害，也会给自己许多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有蛮多人是会感到无助和绝望的。如果现在在看这个影片的朋友，你是真的已经很压抑，然后压力非常大的话，我会建议真的寻求专业的帮助。那我剩下影片的内容是做比较简单的，就是介绍跟应对的方法。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一定是要去找专业的人求助。那就是这一次，其实地震发生的时候，刚好在哥斯达黎加，是晚上，就赶快去问问身边在台湾的朋友、家人，说你们还好吗？有没有怎么样？然后就有人开玩笑说他要换国家，他要搬到别的国家。那我知道说，就是发生这种事情，亲身经历，其实那个感受是非常震撼跟影响是很大的。像我自己在1999年的921的时候，我是在台湾，那时候还非常的小。那我一直都记得自己在自己的房间，然后一摇晃，因为摇的真的很大，我是惊醒，然后疯狂的尖叫，到说就是我爸在他的房间醒来就有地震，然后就一直叫我的名字，跟我说没事没事，安慰我这样。然后我记得那个921发生的那整个过程，到就是后几天的那个余震的整个过程，到现在今天，其实心里都还是记得那个当下的那个恐慌的感受，其实身体都还是记得的。那这边的话，其实大家都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是面对天灾，我们产生的各种的心理的感受跟想法都是很正常的，就是不需要去说我不应该怎么样，我不应该怎么样，你就是人，你就是会有这些感受，所以允许自己去有这些感受，不用去压抑自己，不要说我不要焦虑，我不要恐慌，我不要再去想，你就是让自己去做这些事情，让这些感受去书写，去体验这些感受，让它完整的去释放出来。那这边会跟大家介绍，就是9个比较常见的灾后的一些心理的症状或者是情况。第一个的话，就是会觉得很震惊，会觉得非常的难以置信，会想说：天哪，这是真的吗？真的发生了吗？尤其是那些，就是我有看到影片，那些在现场看到房子崩塌、看到山崩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到现在，我在想，心里都会觉得说，太不真实了。就是我竟然目睹了这些，我经历了这些，然后会有很多的心理的那种震惊跟震撼感。那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朋友们，不太懂得怎么样去面对跟应对的话，可能会去到说去麻痹自己，让自己就是没有感觉，不要去想，然后让自己变得无感。如果这个情况太长久的话，其实对心理来说是不健康的。那就是像刚才提到一样，不用去压抑这些感受，而是让自己去体验它。你可以找人去说，当下我真的很害怕。你要让这些情绪去获得到一个释放，而不是一直压抑它，让它堆积在自己的心里面。因为任何的情绪如果没有获得到一个正当的释放，它长期下来都是会影响我们的身心状况的。好，那第二个点的话呢，就是在经历这样的震灾之后，有些人可能会比较容易感到恐惧跟焦虑，就是在平常的时候也会一直担心余震啊，或者是时不时都会感到非常的紧张，就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然后因为这样的紧张的心情，就会影响到自己的专注力或者是睡眠。
第三个点的话，就是有些人可能是生还者，然后就是面对于这整个事情呢，内心会有罪恶感啊，然后也会有很多的无助感。那其实，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要先允许自己去有这些感受，就是要去接受说，自己是有这些情绪的，然后知道说自己内心是内疚，是觉得是无助的。那这个过程也许会有一点长，然后也是需要对自己是有些耐心的，那就是要透过去多跟身边的人倾诉啊，去聊你的感受、你的想法，就是让你的这些感受跟情绪是有一个疏泄的通道的。然后当就是自己准备好的时候，就开始去认知到说自己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过程，你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应该要做些什么，我当下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会有很多想法是，如果我怎么样做就可以改变这个结果。可是其实，在每一个当下，每一个人都是尽全力的去做自己所能做的事情。那有些时候事情真的发生了，不是你可以去掌控的，就是很多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它的发生是不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所以也是需要去明白跟认知到这一点，然后对自己是有同理心的。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关于不要去过度的责备自己，就是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去造成这个灾难的发生，它就是我们生活，然后生命跟大自然一个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不要去把这些发生的事情都承染成自己的，然后觉得是自己的错。那我知道，就是如果是真的遇到那种丧亲啊，失去了自己很珍惜的人，或者是譬如说自己的家产，然后遇到了很大的损失，这些一定都会对心理造成很多的压力啊，或者是创伤。如果想要能够获得帮助的话，就也是鼓励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士去帮助自己，然后让自己能够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然后能够去同理自己啊，去原谅自己，然后去放下。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关于允许自己，就是能够去体验这些感受。刚才有提到，还有允许自己是可以花时间去疗愈的，就是给予自己那个空间，给予自己需要的那些时间，去感受这些东西，然后去穿越、去跨越、去让这件事情过去。那这边常见的第四个症状的话，就是感到悲痛啊、伤痛，就是可能自己会对于发生的事情有非常多的内疚感，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本来还可以做更多，可以去帮助他人，可以去拯救他人，可以去避免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也就是刚才有提到的所谓的那种无助感。那同样的，就是要去理解到说很多事情不是在我们能够控制的范围，而且我们在每个当下都是尽全力做自己当下所能做的事情，要认知到这一点，而不是一直去谴责自己。第五个情况就是说，可能会感受到愤怒跟沮丧，就是面对当下，比如说政府啊，然后救援啊太晚来，或者是他们的措施做的方式，导致了更多就是事情发生，然后自己内心就会很就是不谅解对方为什么会这样，机构为什么会这样。那同样的，其实我们都是要先去认知到自己是有愤怒或者是沮丧的这些情绪。然后再去找适合的通道、安全的一个空间，或者是自己信任的人去表达、去书写，去让这些情绪发泄出来。然后就是可以去找寻一些帮助、支持。比如说，如果你想要去改善一些东西，你认为当下政府应该怎么样，救援队应该怎么样，你可以让自己成为去创造出这个改变的人，让自己去参与，让自己去付出一些行动，去让这件事情是变得更好，往好的方向去进展的。就是说，让自己去专注在自己可以改变的事情，然后去寻找能够帮助你达成这些改变的人。
第6个点的话是关于就是会感受到困惑啊，或者是迷失方向，就是在遇到这样的灾难后，就会觉得啊世界整个颠倒了，然后不太能去做出一个思考跟判断，会就是觉得说不太像现实。那其实遇到这个情况的话，是要让自己逐步的去认知到，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这是现在的现实。然后可以去寻求帮助啊，就是找一些人来辅导自己，然后给自己一些方向，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调整自己，一步一步的去进行跟执行自己在生活上需要做的事情。后面就是要开始练习让自己活在当下，专注在当下的事情，然后开始认知到说，你的世界可能真的有所改变了，然后你的世界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然后让自己找到方法去适应这些新的改变。第7个点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开始有一些生理上的问题，像是睡眠障碍啊，然后吃不下东西，或者是常常头痛、胃痛、身体酸痛，就各式各样身体的不适应这样。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优先的去排出时间，或是找方法去善待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是比如说让自己睡更久啊，或者是去看医生，寻求帮助，让自己的睡眠是足够的，是充足的。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是让自己可以去放松的，可以去排解这些压力的。那第8个点的话，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社会退缩的情况发生，就是自己经历一些事情，然后也许会开始觉得跟其他人没有办法去共享这个经验，然后他们不懂自己，就会开始去孤立自己啊，然后跟其他人疏远，然后就是没有人可以去分享这些事。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同样的就是要先能够去同理自己，然后去认知到自己的感受，然后再去寻求帮助，就是你自己信任的帮助，像是跟朋友、家人倾诉，或者是找专业的人士来帮你去调整自己的心情这样子。那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适合的方式也都不一样，最重要的还是一样，就是要允许自己有这个时间去疗愈，然后去康复、去修复。第9个点的话，其实就是如果有创伤症候群的情况的人，会比较容易经历的，就是会闪回跟就是有噩梦这一类，就是会一直回去看到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的那个画面、那个事件这样。那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正常会发生的，然后不用去感觉到太担忧，或者是去抑制、去抗拒这些感受。如果是有这个情况的话呢，其实是需要去让自己调整这个心态，去认知到说自己现在是安全的。那也许，当下你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我们在事后其实是可以去想有什么方法，如果下次有遇到，要怎么样去避免，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去准备，就是让自己去想，如果再遇到的话，我能做什么，我能够怎么样避免，然后去把你能做能想到的全部都做一做，然后告诉自己我现在是安全的，我已经做好准备，我知道怎么应对，然后反复的去建立对自己是安全的这个事情的信心。我相信这个过程一定是会有挑战的，那就是说，当自己准备好，想要去穿越、跨越这个心理的不舒服，然后在体验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就是去找适合自己的资源、专业的人士去帮助自己，或者是一个团体啊，一个能够支持自己去面对这些事情的人啊，或者是帮助。那在这边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9个常见的心理的情况，就是灾后的心理情况，是因为要告诉大家说，如果你发现到自己有这些感受，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不需要去觉得自己很奇怪，不需要去抗拒排斥，反正就是认知到说 OK， 我会有这些感受，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我的内心的深处想要去保护我，然后想要去让我心里
好受一点，所以我才会有各式各样这种不同的情况反映出来。那就是前面一直反复的提到，就是一定要去允许自己有这些感受，让这些感受、情绪是可以疏泄、是可以宣泄出来的，然后再允许自己有这个时间跟空间去疗愈、去愈合，然后也是去找到适合自己的疗愈的方式、康复的方式。可能是外在的资源，可能是自己要去做一些沟通啊、和解呀、然后放下各式各样的方式，就是它是阶段性的，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去应对、去处理的。那就是要知道说，OK，你是正常的，没有什么不正常，没有什么不对，你有这些感受都是正常的。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就是4个在面对地震焦虑的情况，我们实际上可以去做些什么，然后让这些焦虑的感受去减缓的。第一个呢，就是让自己有足够的知识，比如说去了解地震啊，然后面对地震的时候，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去做功课，去询问专家，去了解就是物理啊，然后比如说自己的家里的设备摆设怎么样，如果遇到什么情况，你应该要怎么样去规划你的逃生路线等等的，就是让自己有这样足够的资讯去应对，然后去保护自己，确保自己下次如果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是安全的。那我知道，就是4月3号地震的时候，我也有赶快做了一个，就是2分钟很简短，就是地震发生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项。那其实台湾政府也在就是地震发生之后，弄出了一系列，就是大家可以去读，可以去了解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方法。第二个点的话，就是要做好应急准备。我知道很多人其实对于这方面的意识是比较薄弱的，就是如果真的紧急事情发生，你有没有足够的干粮啊、水啊，或者是应急包，能够去让自己撑到救援来？就是很多事情，当然我们都不想发生，我们也不想去经历，只是如果真的发生，你是否有准备好，能够去照顾好自己，然后去让自己能够应对？那比如说，刚才有提到，如果有地震发生，你知不知道在你家，如果假设你在客厅、你在厨房、你在房间，你应该要往什么地方跑，往什么地方躲，你清楚吗？然后你有没有就是应急包可以去供应你，比如说止血啊，或者是干粮让你撑几天，或者是水让你能够撑到支援到，就是有很多的东西是需要去理解、需要去规划的。然后像就是比如说家里的建设，如果玻璃很多，你有没有想过要去做一些调整，或者确保这些玻璃真的是安全的？然后大楼要不要再请人来做一些检查啊，什么什么，就是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去做预防。那我会说，其实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比较胆小，然后比较神经质的人，在这一方面我会非常的在意，就是自己是不是有准备好的。那我之前因为觉得会发生战争啊，然后会缺水什么，我就会开始一直买一大堆东西，就是买储水箱啊，然后买干粮，什么时候狂买，就是会觉得说，其实事情发生真的不太能去指望别人能够第一时间来帮助自己或是救自己，一定要能够有备案或者是储备的东西，能够真的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用到。那第3点的话，我觉得不是针对就是灾后，就是震灾之后的人，但是现在普遍其实大家我觉得都需要去学会放松。那其实放松的方式真的有非常多种，那每个人喜欢跟有效的方法都不太一样。像是有些人光是深呼吸就会觉得很放松，有些人可能就是做冥想呀，或者是去伸展，然后做瑜伽什么的。那我这边的话会再附上一个语音档，是关于放松，然后让自己就是好休息、好睡觉的。第4个的话，就还是寻求专业的帮助。那我知道说台湾有那个安心专线1925是免费的，可以打电话去，就是找人去帮助自己。那也有就是付费的，比如说我自己做 RTT 催眠治疗，还有非常多的专业的人士都能够帮助到就是有这样需求的人。好，那这个比较就是有点沉重的影片主题就在这边结束。那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再问我，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话题也都可以再跟我分享。那谢谢大家的时间，我们就下次见喽，祝你们玩得愉快。